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重涂的这一款白色的滑翔机。可能很多朋友也不知道这个角色的出处啊，我们今天再来聊一期玩具背后的故事。NA 在盒子上面给它印刷着名字叫做背叛者，其实也对，因为这个角色应该是隶属于一个叫做反叛者的派系，而这款白色滑翔机的名字应该是叫做坏小子。可以看到它包装上的这种色调风格，紫色为背景，应该是属于一个坏蛋了。没错，这也是孩之宝从百变雄狮那边偷来的一个角色，安排在了霸天虎里边。织品方面，一份说明书，配件内容，支架的部分也是用了很深的茶色透明件，而且插装这个地方内置了钢轴作为加强筋。这一回的白色滑翔机啊，身上是上了漆面的，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白的塑料底色。拉近一点来看啊，主要的白色零件上面都有珍珠漆的点缀，对着光看闪闪发光的，非常好看。前面的透明驾驶舱上面甚至还有白色的钩边，挺漂亮的，很精致啊。毕竟这个玩具非常的小巧，拿在手里边也只有这么一点点。另外和原色版不同的是，这回会多带一把小枪，也可以左右各插一个武器了。原色版的时候，这个模具我们已经讲得很细致了，所以我们边变形边来聊一聊这个玩具背后的故事。这个就说起来，之前在这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有聊过孩之宝从百变雄狮中偷来了好多角色。没错，这个角色就是和杀人蜂他们一同属于杀人蜂小队的。孩之宝把百变雄狮这个 IP 收购回来以后，完全的雪藏。但他们还是把百变雄狮其中的一些角色拿出来卖钱，但只是用了这些角色的名字，用的模具嘛，还是自家孩之宝之前的一些记忆小玩具、迷你部队的这些嘛。而这个坏小子呢，也是和杀人蜂一样放在了这里边。同时，这个系列里边还有宇宙飞碟了、战戟的这些模具。说白了呀，孩之宝也只是为了卖重涂嘛。实在是没有什么自己的角色可以给他编出来了，索性把当年人气还在的百变雄狮的一些角色强行给你搞了过来。而百变雄狮里边的这个坏小子的角色，其实人形不长这样。看这边，我给大家放一些资料图，其实这角色就是当时百变雄狮动画片里边的样子了，包括后续的玩具造型。跟后来孩之宝所发售的这个杀人蜂部队的坏小子也是不一样的。再后来到了天威勇士的时期，版权被拿回来以后嘛，相关的玩具也会继续的生产。这一回这个角色被改名为了仙童金刚，叫的这个名字啊，很有东方的味道。不过不管是仙童金刚也好，还是坏小子也好，孩之宝直接拿这个角色过来，说白了只是因为他们的伪装形态是差不多的，所以可能也是借着伪装形态相似的这个梗吧，孩之宝可以重涂出来这么一个角色啊。只能说成王败寇吧，这种东西尤其是在商战之中啊，人孩之宝有钱嘛，没办法就把你的角色拿过来，我就用了，怎么地吧。而且我还让你心服口服，杀人诛心呐！什么叫做杀人诛心？太恐怖了。其实百变雄狮老玩具版本的坏小子变形设计也是非常好玩的，在那个年代来说，当然不可以和如今的一些设计来比较了。不过在通卡当年的玩具设计以及制作当中啊，合金件也是给的相当实在的，起码我觉得比 G1 的那款老玩具的滑翔机要好很多。到如今 NA 把这个角色又做了出来，说白了 NA 也只是为了自己卖这模具重涂的一个方案而已。但如今翻回来再看看这个角色坏小子以及通卡百变雄狮背后的事情，甚至突然有一种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味道在里边吧。可以说百变雄狮承载的是一部分人童年的回忆，虽然它并没有孩之宝的变形金刚那么火爆，但百变雄狮的玩具如今只剩下一个名字，流传于变形金刚的重涂圈子之中，又多多少少会显得有那么一丝悲凉的气息在里边吧。物是人非，身躯已然不在，他的名号，他的灵魂似乎还游离于这个变玩圈之内。
不论是官方也好，第三方的这些重涂也好，也可能是因为官方有了一个背书的答案，如今的这些第三方也能掘地三尺，挖出来这些凤毛麟角的边缘角色进行重涂，再售卖一份钱了。那翻回来说 ，NA 这一次的重涂角色，其实做的素质来说依旧是很高的。本身来说，滑翔机这个模具的设计就很厉害了。其实从工艺上边来看，白色我们在飞机上面看到了珍珠漆的效果，非常的漂亮。变成人形之后，其实它身上的一些紫色零件也是有上一层漆的，甚至细致到了大腿后方的合金块填补件，在这个表面上边也上了一道紫色的漆，来让颜色显得不那么突兀。这一点做得非常细致啊。其实在原色的时候，这个金属件还只是一个金属色了，并没有起到一个遮盖的效果。那其实来看的话，这回重涂做的诚意还是不错的。那么得嘞，这一次咱们玩具背后的故事就聊到这儿吧。回忆一下80年代那个辉煌无比的百变雄狮时代，也想一想当时百变雄狮与变形金刚之间的商战，而如今的孩之宝在下一个世代会不会像他曾经的对手百变雄狮一样的命运呢？也只能感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了吧。那么这期就是这样了。